你知道吗？这座学院有着7大不可思议的传说，最有名的传说厕所的花子。就像是3楼女厕所的第3个隔间，敲门3次之后，花子就会出现，并实现呼唤之人的愿望，但相应的，他会取走对方的一样东西。罗伯特的小姑娘在黄昏之际敲响了厕所隔间的门，期待又紧张地呼唤着花子。随着一声空灵的应答，隔间的门吱呀一声打开，小姑娘紧闭着的眼睛睁开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。刚松了一口气，一只手就搭上了她的肩膀。在这里哟，小姑娘吓得转身一顿乱挥，胳膊却径直穿过对方的脑袋。少年哈哈大笑，透明的身体，从前的制服鬼火，她就是7大不可思议的传说之妻——厕所的花子。小姑娘当场懵逼。娃娃头呢？红裙子呢？为什么女厕所里的花子是个男孩子？应该是变态幽灵才对吧？少年解释，自己除了性别不同，的的确确就是能实现他人愿望的花子君。小姑娘名叫巴旬宁宁，是海鸥学院高一 A 班的学生，愿望是和2年级的帅气的袁前辈相恋。花子一口答应。就在宁宁以为对方会使用什么厉害的诅咒道具时，花子从兜里掏出了一本恋爱指南书。人类想要借用它的力量，就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越是渴望超越人质的力量，代价就会越沉重。所以相比于道具，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。而且就算要道具，他也没有啊。虽然总觉得这个女厕所的变态幽灵不靠谱，但宁宁还是安慰自己，花子是替人实现过很多愿望的成熟鬼了，肯定没问题。花子问宁宁有什么特长，宁宁就把她带到了学校的试验田。她是园艺部的，特长是种田。宁宁初中时候对一个帅哥一见钟情，因为对方说喜欢有魅力的女孩，所以他就努力学习缝纫和料理，花了整整3年才鼓起勇气去告白。结果对方根本不认识他，而且就算认识，他也不会喜欢萝卜腿的女孩。被甩的宁宁心有不甘，决定找个更好的男人报复对方。花子抓住了重点，也就是说，不一定要袁前辈，随便一个人都可以。宁宁想要反驳，但他却连袁前辈的全名都叫不全。花子无奈叹气，递给宁宁一张留言卡，让他写上表白的话和礼物一起送给对方。宁宁觉得突然表白不太好，就想借之前的简笔盒之恩先套近乎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帅气的袁前辈一进教室就收获了一桌子的西红柿黄瓜。按套路来说，园艺部的小姑娘们送出去的不应该是花吗？这是什么劳动人民的朴实回馈？好好的心动大作战被搞成了狐狸报恩，宁宁气得直吹空气。花子安慰她不要泄气，毕竟除了园艺，她还有别的特长。活用缝纫特长给前辈缝扣子，结果对方太受欢迎，根本轮不到他出手，把蔬菜做成特色便当送给对方，因为做的太有特色，被当成了诅咒。咬着面包在拐角处创造心跳机遇，结果冲得太快，一头锤飞了无辜路人。炭治郎点了个赞，恋爱作战计划全部失败。宁宁开始怀疑花子到底靠不靠谱。花子解释自己也是第一次当僚机，毕竟召唤他的人和能召唤他的人都非常少。宁宁傻眼了，他就说明明是鬼怪，出的主意却这么普通又健全。宁宁强烈要求来点不健全的方法，于是花子开始兜兜家底儿。最后拿出了一个用法色情的小木偶，结果话还没开头就被纯洁战士宁宁一把扔了。花子顾着去捡色情道具，没注意身边的白账袋，把一小袋子道具递给了宁宁。宁宁打开一看，发现里面装的是晶莹剔透的鳞片。他问花子这是什么，花子一个说漏嘴，告诉他是结缘用的。回过神来急忙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宁宁把鳞片一把塞进嘴里，让他解释。之前明明说是没有道具可以用的，花子只好老实交代，这东西是人鱼的鳞片，2个吞下的人会受到诅咒，同时联系会变得非常紧密。宁宁一听，咕咚一口吞了鳞片，只要能和袁前辈在一起，就算是被诅咒了也无所谓。他生气地责怪花子有道具不给他用后，就拿着鳞片跑去找袁前辈，却正巧遇见一个女孩子表白现场。袁拒绝了女生，说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宁宁失落不已，想花子无论是谁都可以的话，他犹豫了。突然他的手臂上忽然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鳞片，紧接着便眼前一黑，沉入到了深深的海底。宁宁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她只顾着自己努力，完全没有考虑过对方，不知道喜欢的男生叫什么，也没有和对方搭过话，就是想让对方和自己在一起，甚至要靠这种诅咒道具，这一切都是她的自作自受。宁宁从鱼缸里醒来，惊悚地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萝卜鱼。花子不肯给她道具是有原因的，人鱼的鳞片只要送到嘴里，就会给人带来诅咒，如果给别人吞下鳞片，诅咒就会分散到2人身上，但是她自己吞了就会承担全部诅咒，彻底变成鱼。宁宁察觉到自己根本不喜欢袁前辈，只是在利用他。花子说的对，只要是相恋，无论是谁都可以，这才是他真正的愿望。
还没等花子说点什么，天色突然暗了下来，紧接着地动山摇，教室正中踏出一块黑洞，一只巨大的人面鱼出现在一鬼一鱼面前。它就是人鱼，是来带走成为眷属的宁宁的。人面鱼，人鱼，行吧，倒也合理。花子当然不会让对方带走宁宁，然而话一出口就被人鱼一尾巴扇飞。区区怪谈而已，怎么可能战胜已经活了数千年的他？反派虽好，就是话多又爱乱插旗。花子反手从怀里掏出菜刀，对着鱼的脖子就是一刀。我起了，一刀秒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人鱼落荒而逃，宁宁眼泪汪汪。他难道要当一辈子的鱼吗？花子戳着宁宁的鱼头，骂他活该。不过好在宁宁没有把另一片鳞片给别人，想变回人类的话，就和他许愿吧，代价就用身体来偿还好了。宁宁被撩得鱼脸通红，迫不及待地许下变回人类的愿望。于是花子笑着一口吞下鳞片，下一秒宁宁变回了人类。跨越此岸和彼岸的界限，他们就此结缘。花子将宁宁受到的诅咒降到了最低，到了收取代价的时候了。花子缓缓凑近宁宁，收取了他的劳动力。资本家看了直呼内行，以为对方话里有色情意愿的宁宁羞得满脸通红，当场给了花子一个肘击。毕竟结缘之后，他就能触碰到花子了。花子让宁宁温柔点，他好歹实现了对方2个愿望，一个是把他变回人类，而另一个，花子牵起宁宁的手，和他十指相扣。他不是想要个恋爱的对象吗？就这样，萝卜腿少女和不存在此事的怪异少年就此相遇。甜甜又被酸到，花子想要个免费的劳动力，于是接下来的整整1周，宁宁都在给他打扫厕所。不过今天例外，因为班里的帅哥第2次邀请他放学后去空教室约会，然后在那里一个人整理学生会的文件资料。工具人实锤了，花子使出撩妹大法，试图诱惑宁宁放弃约会。但比起和花子一起扫厕所，宁宁更愿意整理资料。不过说实话，他也不认为自己能和帅哥约会成功。宁宁趴在桌子上，因为不想扫厕所垂头丧气。桌下一团不明生物睁开了眼，老师让宁宁起来读课文。宁宁一低头，发现自己桌上的书居然瞬间消失。给花浇水的小龟说，宁宁可能遇到了妖精小姐，这是最近很火的都市传说。珍惜的东西突然丢失，一直在身边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偏偏找不到，那一定就是妖精小姐干的。但是千万不能看他们，否则连性命都会被偷走。众所周知，都市传说都是真的，而且最近班里丢东西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原本丢1件2件也没什么，但是连橱柜的柜门都丢了，就有点过分了。小葵不小心把水壶扣在了宁宁的头上，宁宁沾水的皮肤再次显现出鱼鳞，吓得她拔腿就跑，一直躲到了旧校舍里。想着要处理一下自己的鳞片，却意外发现了掉落了一地的各种物品，包括他丢失的书和胸针。于是宁宁沿着掉落物品一直往前走，一扇门里浮现出了怪物的可怕身影。宁宁吓得摔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无数双眼睛在暗处浮现，一只巨大的怪物伸出手抓住了他。看到真身的人都会被夺去生命，关键时刻花子君出现，身边的白杖带冲向怪物，一阵耀眼的光芒之后，怪物4分5裂，变成了一堆可可爱爱的托尔妖怪。他们是雾怪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妖精小姐，从古代起就居住在人类身边，偷点小东西，搞点恶作剧，喜欢吃糖，对人类无害，只有在需要攻击时才会大量聚集。之所以攻击人类，是因为他们的故事被改变了。大部分的怪异无法反抗传说，人类将传闻夸大并不断改变，不管变成什么样子，怪异都只能遵守并行动，行动和传说不同的怪异就会消失。作为学校的7大不可思议之首，花子的职责就是监督学校里存在的所有怪异，确保人类和怪异之间的正常关系，也就是怪异之间的风纪委员。危险的有害的怪异只能被排除，所以花子希望身为人类的宁宁能够改变传说。不过鉴于宁宁差点被杀，花子也不强求，看着他递糖给可怜兮兮的小兔子，宁宁一口答应下来。当然有事可做不代表宁宁不用打扫厕所了。花子来到天台，今天阳光正好，他其实很期待放学之后和别人做点什么，和朋友打打闹闹。宁宁伸手拉住了花子虚幻的背影，就让他来当花子的朋友好了。宁宁带着糖纠正那些扭曲的都市传说，告诉别人要是被妖精小姐偷东西，带着糖就好了，这样既不会杀害，也不会再丢东西，改变了传说的物怪不再害人。正开开心心的搬着糖，就撞上了一个戴着交通耳环嚷嚷着要净化花子的金发少年，还是看上去不大聪明的那种。恋爱脑宁宁和花子在天台上休息，幻想着能有帅哥从天而降，就被恶灵绑架的少女于危难。结果话音刚落，金发少年从屋顶一跃而下，精神小伙圆光不请自来，彻底粉碎了宁宁关于帅哥的梦想。花子不认识对方，但是他从对方的姓氏就猜出了，这傻小子就是平安时代最著名的驱魔师源赖光的后代。
保护人们不受邪恶怪的侵扰是袁家人的义务。袁光抄起雨伞就朝花子砸下，这点伤害花子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他神色轻松地抓住雨伞，却不料袁光得意一笑，雨伞瞬间放出10万伏特电击，花子被一顿电疗，当场倒地。袁光把藏在雨伞里的武器抽出，这是他们家族的祖传雷霆杖，能够将使用者的灵力转化为雷霆的神器，趁你病要你命。袁光抡起雷霆杖就要结果花子，宁宁却突然窜出来挡在花子面前，他不允许别人伤害他的朋友。看到女孩子，袁光瞬间怂了，但还是坚持要净化花子。厕所的花子是他奶奶好不容易封印的超级恶灵，他手里的菜刀就是他生前行凶杀人的证据。袁光憨是憨，但确实是个心地善良的实在人，他害怕宁宁也会遇到危险，但话还没说完，一把菜刀抵上了他的脖子，花子一把拉过宁宁，白杖带化为披风。他的确是杀了人，但是神明说了，只要完成职责就能消除他的罪孽。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，花子再次握上了雷霆杖，不过这次的雷霆却对他无效。花子一脸病娇的高举菜刀，但落在袁来光脸上的却是个轻轻的脑瓜崩，还顺便封印了雷霆杖。花子注意到袁光的手已经灼伤了，他现在的能力还不足以驾驭神器。虽然自己也受了伤，但花子还是很期待袁光成长为足以消灭他的驱魔师，搞得傻小子一头雾水，然后就被一拳打晕了。担心花子的宁宁想要把神器藏起来，但秘密被揭露的花子却无法再和宁宁友好相处。没想到你还能和杀人犯和平共处。花子开玩笑地说出了这番话，最后面色凝重地离开了。宁宁什么都说不出口，她虽然是花子的助手和朋友，但却对对方一无所知。